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消失的10楼，当地一栋老旧公寓，常年流传着不存在的10楼的传说。租户纷纷声称，夜里搭电梯会抵达一层陌生的楼层，无人能全身而退。一名摄影爱好者与朋友为追踪灵异现象，闯入禁忌之地，却揭开了更可怕的真相。我和阿哲站在这栋公寓前，夜幕低垂，湿冷的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味。这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公寓早已年久失修，斑驳的墙面满是青苔，破碎的窗户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消失的10楼吗？阿哲攥紧手中的摄影机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我点点头，取出手机翻阅资料。根据网上的灵异故事，这栋公寓的电梯在午夜时分会自动上升到不存在的10楼，而所有进入这层楼的人都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里早已人去楼空，但恐怖传说仍吸引着我们这群灵异爱好者前来探险。我们真的要上去吗？阿哲的目光游移不定，显然心里已经开始打退堂鼓。都来了，不试试怎么行？我笑了笑，装作轻松，但心脏却像被无形的手抓住般跳个不停。进入大厅，黑暗立刻吞噬了我们的身影，唯一的光来自天花板上一盏闪烁不定的灯泡，将墙上的裂痕与剥落的油漆映得犹如爬行的骸骨。电梯门在我们靠近时无声地打开，里面的空间狭窄、破旧，铁锈的味道刺鼻。我按下10楼的按钮，屏幕上的数字慢慢跳动，1、2、3、7、8、9。当数字跳到10时，电梯突然一震，像是卡住了一般，缓缓停了下来。门开了，眼前的景象与其他楼层截然不同。这里的走廊狭窄而悠长，墙壁覆满暗红色的痕迹，像是被血液浸透过。四周寂静无声，只能听到我们彼此急促的呼吸。好像有点不对劲，阿哲低声说。我点头，但内心的好奇心驱使着我继续前进。我掏出手电筒，微弱的光束扫过两侧的房门，每扇门都紧闭着，门板上刻满奇怪的符号，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的遗迹。走廊深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拖行。我示意阿哲跟上，小心翼翼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越靠近，空气中那股腐败的气味越浓烈。我们来到一间半开的房门前，门上的标号模糊不清，像是被利爪撕裂过。推开门，里面的场景让我倒吸一口气。这是一间空荡荡的房间，墙上挂满了破碎的镜子，每面镜子里映出的景象都与现实不符，有的显示着血红的天空，有的镜面里却倒映着无数双空洞的眼睛，仿佛在注视着我们。阿哲拿起相机开始拍摄，却突然惊呼：不对，快看我的荧幕！我凑过去，看到相机的荧幕上，那些镜子里竟然出现了我们的身影，但模样扭曲、恐怖。我的脸被拉长到不像人形，而阿哲的身体像是被撕裂成了碎片。我们得走了，我拉着阿哲转身就跑，但刚踏出房门，身后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我们回头看去，走廊的尽头站着一个人影，他背对着我们，头低垂，像是在喃喃自语。你是谁？我鼓起勇气喊道。那人影缓缓转过头，脸上毫无五官，只是一片平滑的皮肤。下一秒，他以诡异的速度朝我们冲来。跑！阿哲大喊。我们疯狂地往电梯方向跑去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仿佛就踩在我们脚跟上。当我们终于冲进电梯时，我猛地按下关门按钮，门缓缓合上。最后一眼，我看到那无脸人正站在门外，头歪斜着，像是在微笑。电梯开始下降，但屏幕上的数字却乱跳起来，8、5、9、2、11，完全没有逻辑。
阿哲惊恐地捶打按钮，但电梯突然剧烈摇晃起来，灯光熄灭，我们陷入完全的黑暗。当灯再次亮起时，电梯门却没有打开。我们被困在一个无尽的空间里，四周的墙壁变成了镜子，映照着无数个我们自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哲的声音带着绝望。忽然，每面镜子里的我们开始动起来，表情诡异，行为怪异，和我们的动作完全不同。我的一个分身忽然裂开嘴，从嘴里伸出一只手，拼命地往玻璃外抓来。这里不是电梯，我们进入了10楼。我终于明白，这里是一个被诅咒的空间，电梯只是通往这里的入口。那些镜子里的分身开始爬出来，像是被释放的恶灵。一只冰冷的手抓住我的脚，我疯狂挣扎，却无法摆脱。阿哲已经被几个分身拖进镜子里，他的惨叫声回荡在空间中，然后戛然而止。不，我疯狂挥舞手电筒，光束让那些分身稍稍退却了一些。我拼命地捡起地上的相机，用力砸向其中一面镜子。砰！镜子破碎的一瞬间，空间开始剧烈扭曲，强烈的吸力将我拉入黑暗中，耳边响起无数凄厉的尖叫声。我醒来时已经是清晨，阳光透过公寓外的玻璃洒进来，四周恢复了平静。我躺在大厅的地板上，手里紧握着那台摄影机。阿哲不见了。我打开摄影机，里面的录像却全是雪花杂讯，唯一清晰的一段画面是阿哲被拖进镜子里时，他的眼神充满恐惧。最后一刻，他的嘴型似乎在说：“快逃！”我不敢回头看，也不敢再停留。匆匆逃离这栋公寓后，我才发现，这里竟然在数年前就被封锁拆除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入。我逃离公寓后，连续几天都无法平静。每当我闭上眼，那些从镜子里爬出的分身，阿哲最后绝望的眼神，还有那无脸人的模样，就像噩梦般重负折磨着我。阿哲的失踪成为谜，没有人相信我的说辞，甚至连警方都认为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我试图用拍摄到的影片作为证据，但那些记录下的画面随着时间流逝竟渐渐变得模糊，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白。为了拯救阿哲，我开始研究那栋公寓的历史。我翻阅了大量关于这栋公寓的资料，发现了一则鲜有人知的往事。在1975年，这栋楼的建筑师因为偷工减料导致楼体结构崩塌，当时第10层正在施工，有10名工人因此死亡。他们的尸体埋在了废墟里，因开发商怕事件败露，竟将这层楼直接删去，隐藏一切证据。但灵异事件却频频发生。住在高层的居民时常声称，午夜时能听到脚步声，或是看见镜子里有陌生人影。他们找了道士做法，但这些灵魂似乎被某种力量束缚，无法离开这栋楼。道士留下了一句话：这里的灵魂已经成为镜子的囚徒，想解开必须将真相反射出来。这些话让我心生一丝希望。我开始怀疑，阿哲被拖进镜子后，可能就被困在那层楼的某个空间里，而反射可能是唯一的线索。3周后，我鼓起勇气再次来到那栋楼。这一次，我准备了更多装备，强力手电筒、碎玻璃制成的反光镜，还有一把随身携带的铁锥。午夜，我踏入那栋早已被封锁的建筑，走进电梯，按下时，熟悉的震动再次传来，门缓缓打开，那层诡异的走廊映入眼帘。空气中的腐臭味比上次更浓，我的脚步声回响在寂静的走廊里，显得尤为突兀。这一次，我直奔上次发现镜子的房间。推开门，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镜子里映照出一个陌生的世界，阿哲正跪在里面，身体被奇异的锁链缠绕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似乎在无声的呼救。阿哲，我失声喊道，试图敲击镜面，但它却如水般轻轻震动，却无法打破。忽然，一股冷风从背后袭来，
回头看去，那无脸人再次出现，这一次他的手里拿着一面破碎的镜子，指向我。他们都要留下。一个低沉而断断续续的声音直接钻进我的脑海，我心跳如雷，握紧手中的反光镜，朝他猛然照射。无脸人发出一声尖锐的怒吼，他的身形开始扭曲，像是要融化般消失。就在此刻，我脑海里浮现了那句话，真相反射出来。我突然明白，这些灵魂之所以被困，是因为这栋公寓隐藏的罪行未曾昭告世人。我用铁堆开始疯狂地砸碎房间里的镜子，让那些被封锁的灵魂释放出来。每砸碎一面镜子，镜子里的人影都消失不见，像是一缕烟雾飘散而去。阿哲的身影也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嘴巴开合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：谢谢，救我出去。最后一面镜子破碎的瞬间，整个空间发出轰然巨响，四周的墙壁开始崩塌。我奋力向门外冲去，刚踏进电梯，门就猛然合上。电梯直线下坠，我以为自己会摔得粉身碎骨，但却突然停下。当门再次打开时，我已经站在大厅里，头顶的灯光微微闪烁，四周空无一人。当我逃出公寓，重新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时，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相机查看录像。这次镜头里竟清晰地记录了所有事情的发生，包括阿哲的呼救和那无脸人的出现。我试图联系阿哲的家人，但得到的回应却令我目瞪口呆。他们说阿哲3周前就已经回到家，并且说不想再与我联系。我震惊地打通阿哲的电话，但接听的声音沙哑低沉：别再找我了，那里的东西还在跟着你。说完，电话直接挂断。1周后，我在自己的浴室镜子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，那是阿哲。他的嘴巴张开，但无声地说了几个字：别相信我，他不是我。我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颤抖着回过头，但浴室空无一人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阿哲虽然回到了现实，但那镜子里的他仍然被诅咒困在另一个世界，而那个从镜子里出来的可能已经不再是他。而我是否也已经被诅咒盯上？镜子变成我最害怕的存在。每次照镜子，我都觉得自己脸上的笑容有些不对劲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等待着，准备在我最脆弱的时候从另一个世界抓住我。这场诅咒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